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马电竞。在今年 S13 全球总决赛的8强战，也就是1/4决赛中，李宁和 T1 应该是最值得期待，也是质量最高的对局。不仅对于彼此来说，这是一场硬仗，两支战队的部分选手也存在很多看点，尤其是 Faker 和 Scout， 以及 Gala 和 Gumeozi， 还有那20岁的天才上单对战19岁的天才上单，可谓要素齐全。2015年17岁的 Scout 以青训的身份加盟了 SKT T1 俱乐部，但是因为当年正值 Faker 和 EasyHome 的最巅峰双中单时期，因此他一直没有登场的机会。在2015年底，他在 Castai 杯上首次露面，但因为 T1 一直不怎么在意这个杯赛，因此最后也没什么好成绩，草草收尾。2016年 EasyHome 离队， Scout 正式成为 Faker 的替补，但由于当时20岁的 Faker 状态太好了，18岁的 Scout 一直没有机会登场，不想一直坐冷板凳浪费时间。在春季赛结束之后， Scout 经由 T1 和 EDG 友好协商，最终转会到了 LPL 加盟了 EDG。 当时他接班的就是因为伤病原因即将离开的 Pong。 2017年 Scout 正式成为了 EDG 的唯一首发中单。 Scout 来到 LPL 之后拿了很多次夏季赛冠军，没错，他直到现在都没有春冠，也经历过低谷 S10， 最终在2021年的 S11 圆梦全球总决赛冠军，更是拿到了 FMVP。S13 加盟李宁，虽然似乎和 EDG 有关司，但他的确率领李宁晋级到了8强。Scout 在离开 T1 之后，一直和老俱乐部，尤其是教练扣马和 Faker 保持着不错的关系，但传闻去年底转会期他想去 T1 和 HLE， 结果最终没能达成协议，辗转到最后才回到 LPL 加入了李宁，这也是直接导致李宁毁约了此前谈好的 Cream。 作为直系前后辈，除去当年1-2队合并几乎是平级关系的 EasyHome 之外， Scout 应该算是 Faker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替补。按理说这是 SKT 队史上最符合 Faker 接班人前置的选手，然而一方面 Faker 的职业寿命太长，很多替补熬不下去，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影响力变得太大，替补轮换对于这支战队具有颠覆性意义，因此 Faker 的替补逐渐变成了世界上最难的位置。而 Scout 是唯一一位离开 Faker 之后夺冠全球总决赛的选手，不得不说，的确是 SKT 俱乐部历史上最有望替代 Faker 的选手。实际只差2岁的2位选手，如今看起来比赛表现差距不大，这对前后辈到底会有怎样的对决，也是这次8强的重要看点之一。04年 Zeus 今年才19岁，03年的 Zika 今年也才20岁，中韩2位年轻上单的首次对决。Zeus 此前已经和 Bing 多次交手，互有胜负。如果要说唯一的不同，那可能就是 Zika 不玩兰博了。犹记得他在夏季赛勉强自己玩了一局兰博，结果那叫一个惨。Gumeozi 和 Gala 原本是8竿子打不着的关系，两人只差1岁，成名的时间也都差不多，联系密切是因为过去在 MSI 和全球总决赛上都有过交手。Gala 击败过 Gumeozi， 拿到过 MSI 的冠军，而在全球总决赛上 Gumeozi 也是淘汰了 Gala。 去年由于疫情原因，很多人一直对 Gumeozi 和 Gala 的对决结局感到不满意，毕竟竞技环境背景不太公平，赢病号并不能证明一个选手的实力有多强。今年 T1 对战李宁，中单有看点，这下路同样是看点十足。不过大多数人觉得 Kyria 还是会碾压 Hand， 这2v2 结局恐怕还是一样的，两家打野都差不多，都在世界赛上容易出现问题。与半年前相比， T1 更换了主教练之后 BP 似乎好了不少，李宁和 T1 在很多方面看起来都是旗鼓相当的对手，这场 BO5 也可能是8强里最精彩的了。此次8强抽签来说，对于各个队伍来说都是能接受的，运气最好的微博真的是天选之子，从瑞士轮的第1轮开始，他们就一直跟其他赛区打比赛，一路磕磕绊绊，最终进入了8强，全程都没有跟 LPL 赛区的战队内战，真的是很小的概率。这也就算了，在8强抽签的时候，元神哥真的是自己人，给微博挑了一个最弱的对手，那就是北美1号种子 NRG。 所有队伍或多或少都抽到过比较弱的队，除了 KT 战队，命运似乎不太眷顾 KT 战队，
从瑞士轮以来 ，KT 战队就屡遭强敌。如果 KT 赢下世界赛，这肯定是最有含金量的世界冠军，甚至比2022年的 DRX 更有戏剧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觉得 T1和 LNG 谁更胜一筹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